嘿，大家好，我们是老虎钳工作室，我是老大。我是 GT。我们这礼拜讲什么？这礼拜要看一下这个很有名的光固化台湾的企业大厂 Frozen 的新闻。对。那在会有这一个影片，主要是因为这个新闻消息实在来得太突然，而且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消息。刚好这个礼拜。对，那它主要来讲就是我们平常都在使用的 Mini 4K，在这礼拜宣布说，在未来半个月内它会出 8K， 在10月17号的时候，它会释出 8K 的连接 Mini 8K。没错。对，那这个升级既然已经推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到底值不值得？对，那会需要讲到这台机器，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用4K， 尤其是如果我们搭配什么中秋节啊各种节日去购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很贵，尤其在台湾，一台至少都是万元可以以内优惠，还有搭配数值的活动，对，一定可以买得到1万块以内，你可以买到 Mini 4K。那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想要入手新的光固化电机，而且尺寸也不会很大，然后预算也是1万块左右的话，那会不会想要直上 Sonic Mini 8K？ 那当然，它新释出的价格一定不会低于1万嘛。它的目前来讲，我看到官方定价好像是18000左右。那可能各个经销商之间的价格会不一样，但是现在我刚刚看到，在10月17号它有释出早鸟优惠，如果你买到的话，好像就是9999块，所以又是万元以内的机型。所以如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买一台这种？然后再来看一下。好，如果我们有抢到早鸟优惠的话，好，但我猜早鸟优惠可能也不多。那买之前我们先评估一下，就我们看一下它的影片，它的影片内容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可以放大吗？这么放大？好。你看这边其实蛮清楚的。你看这边，右边这个就是它8K 的品质嘛，左边是4K 嘛。那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好像很明显的提升，就是这边是很粗糙的表面。有像素纹吗？对，这个就是以前讲的像素纹。那会有这个纹路来讲，说我们可以先猜测这个头一定很小颗，不然这个纹路应该不会这么明显。你如果头印很大颗，这个纹路一定很不明显。对。所以这个头一定很小颗。那在这么小的情况下，它这边会有这样的纹路，主要是因为它边缘可能解析度不够，所以在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贴图之间是拼在一起的，所以在一个曲率面上，它就变成是一颗一颗拼出来的颗粒感，所以就会有这种像素纹。那这种纹路怎么样去解决？就是当它这个解析度提高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消失。但我相信啊，这种纹路一定还是存在，因为只要是这种 LCD 的面板，它是用像素来讲，它一定会有这种纹路。设计的缺点吧，设计上就是 LCD 这种天生的缺陷，对，它天生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吧。但是你看这个其实处理的已经变得很好了，可以减少你的打磨量。对啊，如果不喜欢后处理，对，如果不喜欢用补涂或者不想要打磨的，可能用这个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吧。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其实这影片我看过了，我们往后看一下。然后在这地方，它其实在讲的是，这个是它的这个斜率，不对，它的层纹。那层纹的话，其实会跟层高有关系嘛。像我们以前切的时候都是用 FDM 的话，是用0.2切，那我们切到0.05的时候，其实就会很漂亮。所以这是层纹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有在哪？等我一下啊，就在桌上。有这个干嘛？像我们之前用这个切这一只变色龙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得蛮清楚嘛。这是用0.05切的，其实用 FDM 也可以印得很细。那为什么我会讲说斜率纹在这个地方变少？我猜可能是跟解析度有关。所以以前它是一个斜面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曲面，虽然是用层去堆叠的，但是只要是曲面，它就一定还是会有像素的问题。所以如果这地方解析度变高，最边缘的阶梯，如果阶梯的它的宽变窄的话，那它会看起来更滑顺。对，它应该是因为这个关系，有可能。对啊。但这张图片跟等一下的另外一张图片看起来差别就差蛮多的。对啊，它这个影响，我觉得，当然你讲说是因为像素的提升，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层高选择有关。这可能跟猎鹰的选择去考量。但是我相信你解析度提高的时候，这个层纹，尤其是这种
斜率纹一定是会减少的。哦，这有看到吗？这个超 fashion 的，再看一遍。哦，不是这个，这个还好。这个，这你看，这个看起来这个好像是载台诶。这你看这载台，它现在这个载台也不给我们自己刮了，它上面好像就是自动雕花。这是载台吗？这应该是载台的底。就以前我们拿砂纸的时候，它附你一块圆的砂纸嘛。然后猎鹰的那一面。对。你说它现在直接帮你用一个六角形状。六角形，对，就是用一个立体结，反正就是用一个很漂亮的形状雕花。哦，这应该让人蛮期待的。说不定之后你的东西就不会再从你的底板上脱落。对。说不定。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但看起来是很帅的，真的。对吧？看起来蛮帅的。啊，如果到时候还要磨的话，就可能这个就功能就变小了，对。但还是看起来是非常漂亮，可以期待一下。对。这就是它印出来的头雕，你看超级小一颗，但是解析度这么高。而且你有看出这个人是谁吗 ？James Bond。对吧？是不是？是不是有搭配新电影？我最近才看。真的。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帅，而且很小一颗。这应该是1/6的人头像，还可以印得这么精细。停在这边是要跟大家看一下这个 PPI 数的计算。其实大家看一下，那22 micrometer。对，这个新的这个的它的解析度可以到达22 μ，其实这是非常小的。那这个1152 PPI 是指说它的这个像素点在一个 inch 之下，它是 pixel per inch， 所以在一个 inch 里面有多少个 pixel？ 虽然里面总共1152，所以就是用2.54去除以1152，就会得到这个22 μ。这个提升哦，就是4K 到8K，4K 的话我们都知道35 μ 嘛，它的解析度35 μ，所以它提升大概是提升了60%左右。不，它解析度减少，从原本35降到变22嘛。对。所以它提升大概就是1.6倍嘛。差不多。那这地方要去看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从4K 升到8K，4到8逻辑上好像是直接乘以2。有2倍吗？对。那这个地方我去研究过，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先把影片看完。这边有一个，它有出现。这个就以前我们所使用的都是单边的这个线轨，它现在改成双线轨，会让它这个螺杆在移动的过程中更稳定，就比较不会晃动啊，或者是两边跑的不一样的现象，会有更高的猎鹰。对，这也是一种它增加成本的这个地方。好，最重要的地方来了，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设计。这边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设计就是它跟 Mega 8K 一样，把 USB 放在前面。因为原本其实 Mini 4K 跟 Mini 把它放在后面，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挺反人类的设计。这样抱住后面。对，都放在侧边，其实放侧边没有不好，但就是侧边的。对啊，就是你要想，你要找。那 Transform 更反人类，它是放在正后方。对，每次都要抱着，然后独板。对，但是 Mega 8K 跟 Mini 8K 现在看起来它释出的影片，它是放在正前面，所以在猎鹰上其实就很方便，就是在前面插就可以用。而且它有一个提升是，它告诉你说这一块触控萤幕是提升到3.5寸。好，我知道这没什么差别，但就是触控萤幕变大，是吧？好。这影片其实拍的超级好，而且那影片整个光影的设计跟那个取景都还不错。所以我们的影片也是这样。这个可能要加油。那我们就看一下它里面的其他介绍嘛。一个就是它的贩卖时间，先来讲，好像是在美东时间10月17号开始。那它有这个 Super Early Bird， 那台湾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同步推出。那它的优惠是349.99块。那我算成一下台币的话，好像是98223，所以台币估计也会在1万块以内。所以官网也有。那他这边是写售完，那可能看他什么时候会开始预购这个内容。还没开始，他们也还没开始。对，台湾应该还没开始。对。那也是万元有找，所以如果是你今天没有3D 猎鹰机，然后你想要进来3D 猎鹰，尤其是光固化这部分，就是数值猎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Super Early Bird 是你可以抢看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抢到的话就是1万块以内有找，跟 Mini 4K 不打折的价格差不多。对了，就是如果都是万元有找，那你想要追求更高品质，
可以试试看我。觉得8K 说不定比4K 好是没错。所以10月17号我们想想看。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我已经有猎鹰机的话，那我觉得啊，如果你本身猎鹰的东西都是譬如说大的一些工程件啊，又不是什么人物头雕，也不是什么1/6的头像，其实也不太需要。我自己在印1/6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解析度已经很高了。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印到更小12/1啊，甚至可能是1/18的时候，那才会需要，你可能就会需要到8K。对啊，如果你是印到1/6，除非你人偶上的细节非常多，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也是可以买到8K。所以如果已经有4K 的人，你可能可以观望一下要不要升级。但如果你是 mini 的人，我觉得可以，因为 mini 本身猎鹰的体积很小 mini 就比4K 再小了。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较嘛。你看 mini 这边，从猎鹰尺寸来看，mini 其实比4K 小一点点。可以大家看一下 mini 红色的。对 ，mini 红的嘛，然后 mini 4K 是这个暗黄色的。对。mini 8K 是到橘红色的吧？橘色的。那从猎鹰上面可以看得到，它的猎鹰的高度其实都是10几公分，都是 mini 是13，4K 是13，然后8K 升到18，这其实蛮有感的，因为它提升了5公分。这是高度。对，这是高度。那我们看猎鹰的长宽的话，是长12，宽6.8，然后这边是长13.4，宽5.7。这个其实就涨蛮7.5，这其实就涨蛮多的。对。所以看到它在尺寸上就从原本的5.5寸升到6.1寸。那它的解析度也提高很多，所以从62提升到75，这就是将近一半。35，这将近就是解析度提高2倍嘛。对。然后缩减到一半。那再来就是你看它提升到8K 的时候，它其实它的这个猎鹰尺寸又增加了，所以它从16.5乘7.2，它其实在宽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它把长拉高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在萤幕上来讲，8K 会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在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有比较高的解析度。这其实在手机上也都会有，它透过这样的方法，让它的解析度拉高。所以不会是刚好的2倍。对，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在计算上不会是刚好的2倍。因为这边的话，它的 PPI 数是732，那这边是1152，它的其实增长也没有到2倍，所以它的解析度提升当然不会是2倍。那它当然它所牺牲的就是它的面积，它的这个 LCD 面积就会增加，它才有办法有8K。这算牺牲吗？但是这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好的，因为我们有更大的猎鹰的面积。你说这是透过去这样的方法，那当然他刚有讲说它是从单轨变双轨嘛，这个是单性滑轨，它提升到双性滑轨，这个牺牲就蛮大的，因为它从1根滑轨升到2根滑轨，大家可以看重量嘛，它其实很明显从5公斤直接上到15公斤。但你会说重不好吗？当然，你如果平常常搬它的话，肯定是不好。啊，如果你平常也不搬它的话，一直放着，其实重一点点的话，也会减少那些晃动啊什么，这也算是一个还行的一个提升。但是重量是增加了，它这算是一个小小的 trade off 这样。所以这大概就是整个 mini 8K 它的整个提升。差不多，你可以看一下官网它那些下面那些。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英文版的，它下面这边就有很明显的提到嘛，变7.1寸，它从6.6寸提升到7.1寸，就是把尺寸拉大，那它的解析度就会从4098，这就是 4K，4098乘2560，那这个7500乘3240，这个7500其实就8K 的意思啊。那看到这个 PPI 数，它其实 PPI 数并没有增加到2倍，所以它当然它的解析度不会提升2倍，而是提升60%。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对，那它这个地方它的长度跟宽度就会看到，它这地方写就有点特别嘛，这应该是用到14.3 8.9乘17.5，这个就不是刚刚那个 mini 4K 的这一个 printer 了，因为刚刚我们看那个 mini 4K， 它这边的大小用到的是13.4乘7.5嘛，所以这台这边比较的可能不是 mini 4K。那我们往下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吧，它这个像素纹就减少，就刚刚影片就截。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差很有感觉，看起来就升级蛮多的。你如果印小东西的话，这个感觉一定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来是斜率纹，可以看到这个4K 它的斜率纹，它到8K 之后，其实它就是消失很多。这个很帅。对，这个什么弄我也不知道，但这个方法是还不错，很有感，对不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嘛，8K 它一定还是会有这些纹路，不可能没有。
因为斜率的堆叠方法还是会有纹路，但是这边就减少很多。那因为我们平常本身不会印一个很平坦的东西，然后增加一点点斜率再印的话，其实你也看不太到斜率纹。你如果印的时候都是很垂直的话，其实斜率纹本身就不会那么明显。那最后的话就是这边的提升，就是它有改善它的这一个投射技术，还有它使用到的这个双性滑杆的设计。然后放在前面的这个 USB， 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哦，真的是它的底板。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自动雕花，这个就是好看。然后我们功能不知道，可能未来用看才会知道。那相信用这种的话，应该它就不会让我继续使用前要打磨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刻好的一个平板。那它那个取下来那个还是一样？取下来这个方法，我看起来从影片里面看起来好像也是用到螺丝。要再看一遍吗？我记得在很前面的时候会看得到。他有提到这个吗？他没有特别提到，在这个地方。有根大螺丝。对，它其实还是用到螺丝去取下来的。我们回去那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它取下来方法应该还是用到这个旋转这一个看起来手拧螺母，好像有点像，对，有可能。那最后搭配这个4K 猎鹰机的出现，它一定会有配套的猎鹰的数值，所以这边有些它的成品级其实都非常的精细，然后最后它一样 Aqua Grade Mini 4K 出来的时候有 Aqua Grade 4K，所以 Mini 8K 出来的时候有 Aqua Grade 8K 这样，那这边的话有一个是 Cure Beam， 是说你如果今天有镂空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做内固化，但这个可能本身跟它的国画灯可以插到你模型的洞里面。对，这可能本身跟8K 比较没有关系，是你所有的电机都可以用的。哦，对啊。对，那针对8K 来讲的话，大概是这样。那有8K 数值，当然就是说它成型更快，那它的反应就比较灵敏，不会因为你旁边的光而被固化。那这大概都是它的优点。那这样的话，它成型速度比较快，是不是？因为它很灵敏嘛，它的一照光就要立刻固化，它不会影响到旁边的，所以它那个像素点有照光跟没照光就会很明显。那透过这样的方法，让它的这个层才能变得更精细。所以它就推出这个，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对，你可以分享给所有那个有在玩3D 猎鹰的人，那他们可能有这个需求，想要购买新的3D 猎鹰机，那他的希望的目的是很精细，然后预算也是在1万块以内。那当然，我相信如果这个 Early Bird 你没有抢到的话，你拿到的价格可能就是1万出头啦。那可能要看经销商怎么样去运作。那它的猎鹰速度可能跟4K 差不多。对，看起来。那如果猎鹰速度跟4K 差不多的话，我个人觉得就还蛮实用的。对啊。你猎鹰的高度只要在基本上都可以1天内印完。如果你东西印很满的话，那当然它高度现在提高了嘛。对啊。所以这我们不确定的一天，但基本上都可以印得还不错，而且速度又蛮快的，比我们平常在用的可能大型的印表机，像Transform或者是 Mega 8K 快非常多。对啊。好，所以要不总结一下？好，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猎鹰机小白，我们抢到了 Early Bird， 要不要买？买，好，我也觉得要买，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已经有了有 Mini 或者是 Mini 4K，那我相信有 Mini 的人，他想要追求更大的猎鹰范围，他可能前一波已经买 Mighty 4K 了，然后这一波要不要再跟上买那个 Mini 8K 呢？对，他可能前一波已经跟上，但我觉得要不要买呢？我觉得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值的提升嘛，你要印的东西，它升级的很明显。对，你如果要印的东西本身就是比Mighty 的猎鹰体积小，所以我不一定要用到 Mighty 的机器，我用 Mini 8K 就可以印，那我就可以用 Mini 8K 印，而且提升一定是很显著的。前提是你要有抢到早鸟啊，我觉得你没抢到早鸟，其实还是有一丁点贵，因为1万如果假设是1万8的话，我觉得我就会等看过年或什么优惠。没有优惠的话，你可能可以等一下。但有优惠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真的是已经有了，你还是对，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对，所以真的是要配合这个优惠。那如果是我上个月不是不幸，我上个月刚接触3D 猎鹰，然后就买了 Mini 4K，我觉得你就可以等等了，因为你可能 Mini 4K 你也还没先玩一下，对你先玩一下嘛，你先等 Mini 8K 先成熟一点，说不定你差不多要进去的时候就有 Mighty 8K，那你就会买更大的 Mighty 8K。那当然从刚刚的讲，其实已经知道，它萤幕越大的时候解析度一定是比较小的，所以其实 Mini 4K 的解析度是比 Mighty 4K 大的，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啊。
所以当你如果今天要跨到 Mighty 8K 的话，你的解析度一定会比 Mini 8K 还要大。所以今天如果你还要想等的话，你这边可以等个16K。对啊，你 Mini 你是4K 升级，再过3年、2年，说不定面板技术提升，真的，你说不定就会等到 16K，真的，然后价格说不定也是在1万出头。说不定。不一定，我觉得不会。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到这边。那如果看我们的影片，也蛮喜欢这个3D 列印机，尤其是光固化，甚至是因为你是喜欢台湾的这个厂商 Frozen，然后来看我们的影片的话，那可以分享给所有未来有需要买光固化，或者是在关注光固化新闻的人。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那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我们是老虎钳工作室。对，然后给所有喜欢3D 列印的朋友。那你有卖吗？卖，我没有卖3D 列印机，所以要的话可以找其他台湾厂商。对，我们没有卖。对，我们就是看这个新闻而已。好，那就谢谢大家，拜拜，拜。